冰河世纪降临第4天，气温降到了-70度，地面的积雪已达到了3米以上，物资遭到哄抢，一颗白菜都卖到了500元。新闻报道，这场雪灾很快就会过去，大家不要恐慌。正当人们在庆幸时，突然停水停电，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黑暗。人们开始恐慌起来：你们家有电吗？我们家没电啊，而且自来水也停了，给孩子冲奶粉的热水也没有了，这怎么办啊？这么冷的天气，空调彻底不能用了，也没办法用取暖器，这日子可怎么过？上面怎么不出来管一管呀？屋子里都-30多度，我们家吃的东西也没多少了，再这样下去，真的要死人的。张毅默默摇了摇头，官方已经无暇顾及所有人了，想要活下去，只能够靠自己。还好自己的仓库里储存了海量的备用电池，还有发动机与燃油，整栋大楼就只有一盏灯火。末日从今天开始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降临。林大妈死死盯着居委会群组里的消息，浑身都在剧烈的颤抖。她希望能看到上面派人下来处理的信息，可是看到的却是更加让她失望的消息。全世界都在下暴雪，据说是数十万年难得一遇的雪灾，可能我们迎来了又一场生物大灭绝，也就是末世。国内几大重点城市都已经沦陷了，接下来想要活着，咱们只能靠自己，一定要多囤物资，尤其是食物和取暖的能源。奶奶，外面怎么那么冷啊？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林大妈看着自己的小孙子，心中也是一沉，我必须要保护好我们娘俩，一定得活下去。林大妈死死咬住自己的嘴唇，眼睛里闪过一抹狠辣的神色，接着就在业主群里面讲话：我已经得到了消息，官方正在进行抢修，灾难只是暂时的，并且上面下达了通知，非常时期由我们居委会对小区业主进行统一管理。张毅发出了一声嗤笑，他知道林大妈是在说谎，上一世他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方式从别人手里骗走了不少物资。断了一条腿的陈正豪以及他的那些被张毅淋了一身水的小弟就更惨了，好几个人都开始发起了高烧。豪哥，这怎么办啊？而这个天气让他们出门去买药更是不可能，他们只能够选择硬扛。张毅房间里却有27度，灯火通明，不愁吃不愁喝，大概就是缺少一个女人陪伴。末世之中，人心是绝对无法衡量的东西，他曾经就亲眼看见一个女人为了一包泡面，亲手把自己的丈夫给砸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张毅的手机又亮了起来，发现是林大妈在业主群里面艾特所有人。由于现在的暴雪对大家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了让大家共同度过难关，居委会将会收集每一家每一户手头的物资，然后进行统一分配，这是官方下达的指令，请各家各户务必要配合。又是和前世一样的套路。而沃尔玛的仓库主管张毅也是被林大妈给盯上了，给他发来了私信：小张啊，上次你可是买了3大车的东西呢，现在大家遇到了麻烦，到了你发挥精神的时候了，你放心，等到雪灾一过去，我们肯定会还给你，大家还会念你的好。上一世就是林大妈带头哄骗大家交物质，张毅好心送了一点出去，结果引狼入室被他们杀死，还被别人当做了口粮。他嘴角上扬，懒洋洋地发了条语音过去，那可太好了。林大妈，你要收集到了物资，麻烦也分我一点。大雪封城第4天，突然停水停电，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林大妈提前得到消息，这场雪灾会带来一场生物大灭绝，于是她就利用职权开始打起了别人物资的主意。官方通知，设备正在抢修，为了让大家共同度过难关，所有物资由居委统一分配。林大妈，我家没饭吃了，你收集到物资记得给我一点。你小子骗鬼呢？你们做仓库工作的，家里肯定囤了不少东西，我就不信你手脚干净。林大妈铁青着脸，咬了咬牙，我得冷静，不能放弃，只要搞定他，我们娘俩就能搞到一大堆物资。小张啊，这次是组织上的命令，你一定要服从啊！大家和组织上都会记得你的好，你起个带头作用。张毅用懒散的语气说道：真没骗你，我家里啥都吃完了，要不你送我几包泡面吧，发挥一下带头作用，跟你好好说话不行了是吧？你以为我是以个人的名义在和你说话吗？我是在代表组织，你不交出手里的物资，就是和组织对抗，回头我一定会处理你。张毅冷笑了起来，不过就是一个居委会的干事，还代表组织，你真拿着鸡毛当令箭啊？还在这里跟我装大半蒜，你丫傻逼吧？你有本事随便使，我在家里等着你。他的这一番操作，把林大妈的肺都快给气炸了，这个该死的东西，真想弄死你！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林大妈连哄带吓，真的从好几户人家手里骗到了一些物资。张毅通过监控探头都看得一清二楚，不过他该玩玩该吃吃，自然是没必要管别人家的闲事。正常人家里的物资顶多只会存3-5天的存量，而从冰雪暴来临到现在已经是第5天了，外界已经陷入了混乱的状态。之前被林大妈连哄带骗弄走了物资的那些人家，终于忍不住在群里开始质问林大妈：你说好的物资拿走之后统一分配呢？这都2天了，你给我们拿一些吧。林大妈却仿佛消失了一般，没有任何回答。整栋楼只有她和张毅真的清楚发生了什么。一群白痴，老娘辛辛苦苦骗来的物资，怎么可能给你们还回去？见到林大妈怎么喊都不回话，邻居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个时候，手机铃声急促的响了起来。当他拿起手机，脸上露出了一抹害怕的神色。陈正豪，他找我干什么？林大妈，你真是好本事啊，把大家手里的物资都搞到你手里去了。作为居委会的干事，为大家统筹管理物资是我分内的事情。陈正豪发出了一声冷笑。那正好我们家现在就挺缺物资的，你快些给我送来。为了自己和孙子能活下去，林大妈就用各种理由搪塞他。陈正豪怒骂道：老东西，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你乖乖把东西给我交出来也就算了，要不然我跟屋里这10几个兄弟就亲自过去取。冰河世纪降临第5天，城市停水停电，陷入一片黑暗，有些人也按耐不住开始抢夺别人的物资。陈正豪怒骂道：老东西，赶紧乖乖把东西交出来，别等我带兄弟们亲自过去取。下一秒，房门被轰隆一声撞开，林大妈满脸惊恐的大喊：
你这是私闯民宅！陈正豪对着林大妈的脸狠狠就扇了一巴掌。老东西，让你哄骗邻居们的物资，老子这是替天行道。张毅吃着火腿，欣赏着监视里的精彩节目。哟呵，已经开始狗咬狗了。他嘴角露出坏笑。如果我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发到群里，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一定会相当的精彩。于是他按下了录制键，给我搜。这屋子所有吃的喝的咱们都拿走，这都是邻居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可不能便宜了他。林大妈抱着陈正豪的大腿说道：“你们不能把东西都拿走，那还有我们家自己囤的东西，你们都拿走了，我和我孙子还怎么活？”陈正豪冷冷地盯着他嗤笑道：“关老子屁事，给我滚！”说完，他用完好的那条腿一脚踹了过去，刚好踹在林大妈的脸上。林大妈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向后倒去。林大妈的孙子小虎发现奶奶被打倒在地，顿时红了眼睛。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水果刀：“你们这群狗日的，都给我滚出去！”说着就冲上去，噗呲一声，一刀扎到了一个小卡拉米的屁股上。小卡拉米痛呼了一声，扭头看到扎自己的竟然是个小孩子，更是气得眼睛冒火：“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砰的一声，对着小虎的肚子用尽了12分的力气就踹了过去。老五，你什么时候练得这么好的腿功啊？竟然把那个小兔崽子给踹飞了，厉害厉害！老五洋洋得意地说道：“帅不帅？真该让你们把刚才那一幕给拍下来。”林大妈朝着小虎扑了过去，绝望地痛呼了一声：“我的孙子啊！”陈正豪则是甩出一句：“活该，一老一小都不是好东西，这就是你哄骗邻居们的代价，我这是替天行道。”说完，一群人拿着自己的战利品就离开了这里。业主群里，那些被骗的业主还在对林大妈痛骂不止：“大骗子，活该！对付这种人就该用雷霆手段。”张毅看着业主们的聊天，却是摇了摇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一幕也代表着文明社会的规则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接下来，凶残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毕竟完整的冰面只要裂开一角，就会迅速的扩大。只可惜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张毅躺在沙发上，微笑着发出了感叹。林大妈在绝望之下，只能够在业主群里面求救，希望有人可以帮忙救救他的孙子。业主们却没有人同情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周可尔的女人站了出来，让我给孩子看看吧。不过我不保证一定可以把他治好。一包泡面卖出2000元的天价，很多人被活活冻死在雪地里。这大雪已经连续下了7天，地面的积雪都快把1楼层掩盖，整个世界都被暴雪淹没。北方气温也降到了零下100多度，社会秩序崩坏。才6岁的小孩被上面抢劫物资的人一脚把肝脏都踢破裂了。林大妈只能绝望的在业主群里求救。可此时幸灾乐祸的人不在少数，还各种嘲讽不嫌事大。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下一个被上门抢劫的就是自己。好在周可尔及时出来做了应急处理，他是天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张毅摇了摇头，就算把那熊孩子救回来又如何？外面已经瘫痪了，只要雪灾还在持续，他就坚持不了几天。望着城中那冰冻的景象，众人的心宛如沉浸在冰冷的深渊之中。宝妈谢丽没发出信息，谁来救救我孩子？他才6个月，已经2天没有进食了，我可以高价买，我家里还有几包泡面，需要的话可以卖给你。就这样的2句对话，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富二代许浩突然冒了出来，你们家有多少？我全都要了，我出2000一包。一下子群里就炸开了锅，一包泡面2000块，又不是丧尸围城，至于吗？只不过是今年的冬天提早到来了，雪下的大了一点而已。张毅轻笑着摇了摇头，在这种大自然的天灾面前，丧尸围城也不过是小儿科。许浩头脑还是比较清醒，整个城市的交通和设施都瘫痪的情况下，生活物资才是最重要的，哪怕花再多的钱，也要从这群穷逼手里把物资弄到手。我就是花钱买个安心，你们愿意卖就私信我，价格都好商量。在张毅前世的记忆中，谢丽梅带着她6岁女儿，在她死去的时候，他们娘俩都还活得好好的。看来这女人也没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冰封末日第10天，大雪也整整下了10天，一刻都没停过。方雨晴还是按耐不住给张毅打来了视频通话。这个时候，大部分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吃光了。看着张毅家里的场景，2个女人目瞪口呆，惊叫道：“他居然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张毅还不忘嘲讽一句：“看你们都瘦了，恭喜恭喜！”林采宁也把脑袋凑过来，死死盯着屏幕。张毅，你们家很暖和吗？你怎么还在擦汗？张毅把镜头对着熊熊燃烧的壁炉说道：“这玩意温度太高，热得我难受呀。”听着这些发酸的话，雨晴一脸谄媚的道：“张毅哥哥真厉害，我好崇拜你啊！可以让我去你们家看看吗？”